Hello， 大家好，现在呢是我生完小孩的第3天，也是我出院的日子。现在我在吃我的最后一个早餐，那我就想说，利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在以色列生小孩期间我发现的特别的事情。这是我在医院的最后一个早餐。虽然我没有在台湾生过小孩，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以色列生小孩的一个体验。那当然不是在讲生产的那个过程本身，可是生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大家会好奇的是，那边的医院怎么样？那如现在你们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有2张病床，所以我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我的是这一间35号，然后病床长这样，很舒服。然后另一间的靠窗现在还没有人，所以我过来看一下，但也没什么风景啦。那我们的床呢是这种，跟台湾一样，可以自己上下调整高度的。然后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台子可以放食物。然后，有自己的厕所，厕所里面有冲水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设施是蛮完整的，像是它会给我们那个产褥垫，然后还有那个冰镇卫生棉，上面就有那个一些类似麻药的东西，就会让你的伤口不会那么痛。那它就放在一个冰箱里面，你想拿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拿。然后这里有一个，应该看不到，反正就是一个红色的按钮。你如果需要任何的医护人员来支援你的话，不管是你要拿药啊，或者是你要把宝宝送回去，等一下会提到那个宝宝室的话，反正你按了它就是随到随扣，所以就大概房间就这样。然后厕所里面还有一个淋浴的，那毛巾也是可以自己随便拿，没有提供牙刷、牙膏，然后拖鞋、沐浴乳那些当然就都没有，可能台湾的也没有，我猜啦。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访客时间好了，它是规定的是不是？它有规定，但是没有很严格的执行，就是说，朋友只能够早上12点之前，7点到12点之间来，然后之后都是只有给家人，但是它也不会是很严格的执行。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产妇有充足的休息，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不算第2点好了。第2点我们来讲食物好了，大家一定会很关心。那在这里的话，有3次的开饭时间，早上7点半，下午1点，然后晚上7点半，蛮晚的我知道，但就是这样，因为反正产妇其实也不是说，你可以固定什么睡8小时，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晚一点吃，早一点吃，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有食物吃很重要。那跟台湾可能不太一样，这里吃的东西跟平常是，那跟在台湾可能不一样。像你看我现在吃的是 yogurt， 那它可能算是生冷的，然后里面也有水果，还有西瓜，也算是生冷的吧。可是在这里就没有关系啊，蔬果啊，然后甚至像这样子的一个松饼，很多的淀粉类它都放在那个台子上，可能一个是跟平常吃的差不多，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月子餐，然后第2个是油炸类、淀粉类这些东西都蛮多的，还有生冷的东西，有鱼、什么卷、饭面，还有各式的生菜沙拉。yogurt， 还有水果，点心，然后这边有汤，然后那边有面包。早餐吃松饼跟鸡蛋。所以今天的午餐是吃马铃薯，然后
schnitzel 炸鸡排跟番茄蛋 shakshuka， 然后就是一直都放在那边的起司跟沙拉。那如果你好奇口味怎么样的话，我是觉得还可以啊，就是跟外面以色列食物就差不多，因为以色列食物本身就是走比较清淡路线，它没有很复杂的烹饪，很多都是东西切一切，然后放在一起，就这样而已，然后你自己加盐巴。以色列的yogurt超好吃的，它就放在台子那边，所以你想吃几个都可以，开心。然后第3个呢，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宝宝室 nursery， 那它就是帮新手妈妈或者任何妈妈啦做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要他帮你喂奶，就当然是配方奶，或是换尿布，或是还有他们本来就要做的就是给宝宝洗澡啊、称重量啊什么的，那这些都是他们那边会去支援。然后晚上11点到5点之间，宝宝要送到宝宝室那边，因为房间有2个人嘛，都要休息，所以宝宝会送到宝宝室。但是呢，我刚刚说房间是这样，其实还有另一种房型叫做 rooming in， 就是母婴同室。那个同样是2个人一间，只是你就可以把宝宝带在身边。如果说另外一张床没有另一个妈妈的话，那先生就可以留下来，不然的话11点到5点之间，先生也是不能留的。那种就适合已经常常生产经产妇，新手妈妈不适合，因为新手妈妈11点到5点是绝对需要宝宝室的医护人员的支援。那我第1个晚上呢，我有努力想要让宝宝吃饱，可是宝宝就一直哭，因为他就吃不饱。所以呢，第2个晚上开始，我就把他送过去，然后就跟他们说，你可以给他配方奶。那我就换到了一个开心的宝宝，然后我自己也睡得很好。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给我们这个手环上面有我们的基本资料，可是它要对的不是名字，它里面有一个号码。宝宝有一样的东西，然后宝宝的号码，我们2个只差1号。那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确保没有人偷别人的宝宝。他们很严格，就是宝宝试送出来的时候，他会要跟我明明就知道我是妈妈嘛，还有可能是谁，但他一定要对号码，这是他的一个流程。第4点呢，就是关于医护人员，不知道大家对以色列的印象是怎么样？可能主要都是从媒体上看到嘛，那可能会觉得好像阿拉伯人、犹太人的族群冲突很多啊什么的。可是我要讲的是，然后也是我常常在以色列美角这个频道上讲的是，族群不冲突才是常态。我们的医疗人员呢，在这里就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当然这是一个犹太医院，所以是犹太人居多，但是也还是有阿拉伯人啊。我怎么知道他是阿拉伯人？因为他包头巾啊。那穆斯林才会包那样子的那个穆斯林式的 hijab 头巾，犹太人包头发是另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完全知道他就是一个那个阿拉伯人。然后这里工作人员主要是清洁的啦。也有阿拉伯人，那我相信可能还有其他医护人员是比较不明显的阿拉伯人，只是我看不出来的。刚刚打扫的是一个阿拉伯的妈妈，看到我在喂奶，就很积极的过来教我怎么样喂，很可爱哈。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以色列，是可能一般游客或者是一般在家看新闻的人看不到的以色列，就是族群融合的部分。但是我要讲医疗人员，就是这里有泌乳老师，那泌乳老师他会每一天就是来确认我有给宝宝足够的奶，我知道怎么样子让宝宝含乳，然后怎么样子哺乳我的孩子，他们很看重。然后不是说宝宝出生体重都会下降一些吗？我的就是下降了一些又一些。
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就说啊，你已经叫了8%了，那我就很努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天比较累，因为我一直都在喂。其实我昨天也是一直都在喂。anyways， 然后呢，还有他们常常进来量血压，或者是登记什么东西。还有一次是他登记以后，他说是为了要送礼物，有人要送你礼物，医院要送你礼物。我说哦，这么好。然后登记完后就拿到了一大包医院送的一些试用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来看看医院送什么吧。哺乳垫，不知道哦，擦屁屁的，奶嘴，又一个奶嘴，湿纸巾，看气温的。整体而言，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蛮好的，就是唯一就是医院它不是一个真的休息的地方，它是要确保你健康、你安全、你可以顺利出院的地方，所以你要真的好像好好的睡个8个小时，像是5星级酒馆那样的话，就是不太可能，因为也没有锁啊，也没有没有地方可以放那个请勿打扰的那个标志，所以就是随时就是举例来说，昨天11点半有人进来，然后就问我你需要什么东西吗？然后我说不用，他就说好晚安，我就说好晚安。他如果不进来，我就可以继续睡，可是就是这样，很医院吧。那第6点呢，就是我的邻居们，因为在以色列他们生比较多小孩，所以碰到是生第1胎的反而是比较少见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比较照顾我，因为我是生第1胎嘛，好像是这样对，所以我的资源好像也比较多，觉得他们真的蛮照顾我的。那后来这家医院的大部分的妈妈孕妇们都是宗教犹太人，我是少数不是的。然后我是在产检的时候看到其他阿拉伯人，可是据我所知，我们这里好像是有4个住宿的区域，然后我这区是没有看到其他阿拉伯人，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是只有我跟宗教犹太人，然后没有世俗的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会想要生小孩的世俗的犹太人，可能这3天没有生，所以我们没看到而已。然后平常会生的都是就是宗教犹太人。那像我的邻居，他今天生跟我同一天生，然后他是第5胎，很厉害。然后他完全就是自己在这里住院，因为他家里4个小孩，他先生还要照顾，然后他真的超强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妈妈会有的优雅呀、冷静啊、喜乐啊，都在他身上。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神奇的体验，因为就是因为食物当然是吃 kosher 的，可是因为食物就是食物，所以你也看不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可是就是整个气氛，这就是带到我的第7点，就是宗教医院跟普通的医院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觉得最有感的不一样就是我是礼拜4中午的时候入住的，意思是我应该礼拜6中午就离开，对不对？住48小时2天。可是在这间医院，因为它是宗教医院，所以我不能离开。为什么？因为礼拜6要等到安息日结束以后才能够退房，所以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礼拜6不能够退房，然后要礼拜天才能够退房。这是为什么隔壁的他也是5月4号生，然后也是今天他才能够离开，因为他也是昨天晚上安息日结束太晚了，根本不方便。然后医院是主动的让我们可以多1天，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蛮特别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医院有一个应该是医院的拉比，那他会就是每一间房间就是问你要不要祝福祷告，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给钱的，但是每一天他都会这样子那边绕说要不要祷告，要不要祷告。然后安息日开始前，他有教大家说想要去那个迎接安息日的，可以到柜台那边，然后他们就有一些祷告。然后礼拜6早上安息日的时候，在吃早餐之前呢，也有一个祝福的祷告。
然后你想要的话，你也可以去拿他的祷告过的葡萄酒，葡萄汁。然后再来就是安息日结束后，也会有一个送走安息日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不知道点蜡烛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那我的邻居是说很多人去，所以他只点了2根蜡烛而已。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安息日，我的邻居我不是说他一个人来嘛，他不只是一个人来，他安息日一整天，他很想他的家人，可是他完全没有用手机，因为他就是在遵守安息日。然后是安息日真的结束了，他才开视讯打给她的丈夫，然后跟他小孩讲话。他一整天他真的可以做到不用手机，很厉害。而且他不是很忙的那种，因为他的宝宝有黄疸，所以是喝配方奶，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在宝宝室。也就是说他就是不是因为忙到我不能够用手机，而是他很有意识的要安息，要遵守安息日。而且他还本来要寄一个照片给他另一个家人，可是因为时区的关系，那边的安息日还没结束，所以他还跟他先生说，你等到他们的安息日结束了，你再做这个事。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特别，真的很特别。好，总而言之呢，这就是我这一次，意思是以后还有下一次。对，我的生产故事呢，我觉得太多恩典了，那个要分另一集慢慢讲。那总之这一次的住院经验，我觉得是蛮正面的。然后也是谢谢来看我的朋友啊，还有带食物来给我的，因为医院的食物真的是蛮普通的，没有补到身体。可是谢谢我的师母、牧师，然后还有我妈妈，还有我老公，还有在这里的台湾朋友们、台湾好朋友们，对我的照顾，让我在这一次的生产经验的这3天过得蛮愉快的。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来说是有趣的。拜拜。宝宝第一次穿小衣服，要出院啦，要走啦，要走了耶！最后一个想要补充的小插曲，就是我那一天录完影片，然后准备要出院的时候，然后跑来一个泌乳师，然后就告诉我说：“你今天不能出院，我是来帮你传送讯息的，因为你的宝宝体重还在下降。”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宝宝体重还在下降，其实我没有很担心宝宝体重下降，但是要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嘛。然后我也不是很确定说宝宝体重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会导致就是不能出院。那我就请他去问，然后就是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泌乳师是一个志工，因为他还有在教我，就是因为他要确认我的宝宝体重不会回家以后再继续下降，所以他还额外的在教我一些哺乳的技巧什么的。那我其实反而是因为这个插曲，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告诉我这间医院里面有很多的人跟他一样都是志工，而且他是过去的20年，他每一个礼拜当2天的志工，就来这里教这些新手妈妈怎么样子去哺乳。那我当然就会很好奇，想要知道他为什么愿意去当志工。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他是从国外，应该是英国移民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那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然后想要奉献他的生命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插曲啦。好，那就这样啦。现在看我的宝宝一定不会觉得说他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掉了什么8%，因为现在就长得很胖，他还没有到3个月，体重就已经double 了。他出生是3公斤，现在已经超过6公斤了。所以当时其实我也没有很担心啦，只是因为在医院里面，他如果不让你出院，那还真的还蛮麻烦的。好，
这样了，拜拜。